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在中东的情势哦。川普现在下令要来保护卡达，但是才说完就遭到纳坦雅胡给打脸了。中东局势现在火药味持续升温，我们要来看到怎么回事。川普最新才签下的行政命令，要求纳坦雅胡你赶快亲自道歉吧。他接下来他说呢，他会用各种的手段，必要时甚至动武的军事手段来保护卡达。但怎么一回事啊？这个话才说完，立刻川普就被纳坦雅胡打脸了。我们要来看到哦，原本是集结了国际多艘40多艘的民间的这些援助船组成的全球坚毅陆船。这个船呢，他们正要开往加萨去这边提供当地这些难民给他们食物跟医疗物资进驻到加萨。上面载着许多的人，有包括了500多名的议员啊、律师，甚至是维权人士，浩浩荡荡的正要过去。没有想到，就在此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突然间出动了他的军舰，要来破坏船队的进行。他在这边开了水炮，甚至用军舰直接撞击这一艘船，甚至强行登船扣押了环保少女童贝里等人哦。那甚至更夸张的事情是，当时在做冲撞的时候，包括了其他船只来自于土耳其、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等的军舰、无人机就在旁边护航但是以色列他完全不在意，直接把欧洲踩在脚下。我们赶快来看一段现场的最新画面。好，所以真的是非常讽刺哦，以色列才要求这个赶快纳坦雅胡，你跟卡达道歉吧。那卡达确实当时有转身这个纳坦雅胡虽然当时有转身道歉，但是就立刻的去攻击了人道船只，甚至公然的拦截这些欧洲议员和社运人士。以色列承诺到底可不可信呢？这是不是公然在公开场合霸凌？委员怎么看？川普最讨厌的就是环保少女童贝里啊，所以这个纳坦雅胡逮捕了童贝里后，川普一定开心的不得了。川普这个人就跟小孩子一样，他讨厌谁喜欢谁哦，都一清二楚。那他是反环保，他觉得这个童贝里根本就是一个，他曾经称他说一个不入流的演员，你看这么画得出来了，大家都很欣赏童贝里，他却很瞧不起这个人。不过对于这个全球的监狱团队哈。当然是由欧洲很多国家的民间团体组成的小型的船只啊、游艇啊，载了很多物资啊，要来主要目的是要闯过以色列的封锁线啊，因为他带的东西并不多啦哈，但是这是个诚意嘛，啊，一个诚意。那能不能冲破以色列的封锁线啊？以色列当然会全力的堵截嘛，啊，全力的堵截，两方面就会爆发冲突。但这个是在以色列会在国际舆论上面吃大亏，他会输。但是在于封锁线的强固性，他会赢，因为你不可能一波两波不断的有人去冲撞嘛。这个什么全球建立团队，大概建立个2次就没了哈。所以以色列在跟你考验说，你要破我的封锁线，我就跟你硬杠哈。但这个跟其他大局没有关系啦，就是说要不要去签订20或21条的和平协议，那目前还要花一段时间去瞧。那川普如何去给以色列施压，然后让以色列去给哈马斯施压，然后来达成最后这20条的和平协议，目前是还有待观察。但是以色列也在想说，如果有任何破口的话，我就不必理川普的压力了。所以在寻求，那所以他挡他有用啊，他挡他有用，川普也不会吭声啊。那自己跟其他阿拉伯国家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啦。那至于川普，我们现在也要看嘛，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想要保护卡达呢？还是他现在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心虚？因为最新有一个叫沙巴防御条约的协议正在快速的成型，这些条约把几个国家绑在一起，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包括了卡达、阿联酋准备抱团，甚至他们打算利用这个巴基斯坦的核保护伞来保护自己。那川普可能就是担心自己在中东美国的霸主地位恐怕就会被抹灭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个纳坦雅胡这次去攻击卡达，虽然说军事上面确实是获得了成功，可是美国跟以色列这2个国家失去了全世界对他的信任，也失去了他的地缘战略的这个制高点。
那我们怎么讲？从攻击卡达之后，因为一个国家你要希望能够得到其他的国家信任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自己国家安全上面，你必须要做到很久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让别的国家能够信任你。不然我安全交给你，我又不信任你，那我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国家自己怎么办？那这次卡达就很明显的面临到这种事情。那当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紧接着这个以色列攻击卡达之后，我们紧接着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阿拉伯联要组织一个类北约的联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一个国家被攻击到的话，其他视同攻击其他国家一样，其他国家可以共同来对抗这个敌人哈。那尤其是这几个国家，我们看到包括阿联酋、包括卡达、包括沙特，甚至于科威特，都是什么国家？都是土豪国家，都是有钱的国家。有钱国家来讲的话，那这几个国家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来讲，虽然有钱可以买很多武器，可是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人愿意当兵，没有军队，所以他就必须要借助这个其他会打仗的穆斯林国家来提供他军队。那这个国家叫做巴基斯坦，5月7号才立下赫赫战功，打赢了印度哈，所以马上就造成巴基斯坦跟沙特两个签订了军事同盟的条约啊。那如果说一旦有一个国家被打，另外一个国家哈就视同被打一样。那当然，这种结果就造成印度很紧张，对不对？沙特有钱，这个巴基斯坦会打仗，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以色列跟沙特跟这个印度这两个国家同时威胁到这两个国家？那当然，巴基斯坦它有核武，当然就可以将这些国家列入到它的核武保护范围之内。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攻击事件之后，造成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武器进入了中东地区啊，这个包括到沙特啦，或者是这些卡达，他们会觉得说你美国武器我不再信任，因为你会关我后门，把我后门关掉，我连雷达都看不到。那我当希望说是有一种武器是我完全能够自主，而不会被你这个关的。那现在来讲，还有一个国家现在也在这个国内采购中国的武器哈，就是埃及，它在西奈半岛已经要部署红旗9这款导弹。那我想说，这次来讲的话，以色列这次攻击卡达的结果哈，他可能他自己意想不到，造成的后果反而是让美国跟以色列都非常的这种失去战略的位置，也难怪啊，川普逼着纳坦雅胡要亲自道歉。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因为这件卡达的攻击之后，整个阿拉伯国家、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甚至到整个海湾国家的态度上面都已经开始逐渐的转向了，不像过去这么的完全依靠美国，大家希望也能够自立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川普会有压力吗？其实他不只是来自于国际刚刚提到的这些压力，中东国家给他的压力，现在他恐怕要最担心的是自己国内的民调也开始出现了反转，尤其现在在美国民意上面开始出现倒戈。支持最新民调显示，这是来自《纽约时报》，支持巴勒斯坦的比例首次终于超过了以色列，尤其是年轻世代的觉醒，18到29岁的年轻人高达61%的人都是挺巴勒斯坦的，甚至40%的美国人说以色列就是故意在屠杀这一些加萨的平民。接下来，川普有没有可能因为终于是国内的民意而决定不再挺以色列到底了？赖老师怎么看？应该目前还看不出来。目前川普还是会挺以色列。我们从最近在联合国，因为联合国现在在召开大会嘛，辩论会也结束了，现在安理会也在审查有关于以色列跟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断的在投下否决票，也就都是一票否决。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在国际的行动上还是力挺以色列所以现阶段目前看不出美国有松动，即使美国得罪全世界，即使美国得罪他的盟国，即使美国在全世界都被批评然后被孤立，但是美国还是力挺以色列。不但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力挺以色列，美国还要求他的盟国也要跟他站队挺以色列。例如说，他要求日本就是不可以承认巴勒斯坦国。对。那日本后来被迫这个取消原本的支持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行动跟决心还是在力挺以色列。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美国的内部里面形成的压力，
终究会使美国的政客开始再重新思考。不过这要看内部的压力有多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美国的民调显示出来的很明显了，大部分人接近50%的人，他们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4%出1点还是同情以色列，所以已经出现反差，这我们把它称之为死亡交叉。那年轻人更明显了。对，年轻人里面就是60%多，您刚刚提到的，就是高中生到大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同情巴勒斯坦人，而认为以色列是不对的。如果以全面性的美国人有公民投票权的人来说，现在已经有5%6%的人已经认为巴勒斯坦人是值得同情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美国的政客由于他更考虑他的背后的金主，因为背后的金主才是最重要的。背后金主是谁呢？犹太人为主。那犹太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他的立场的情形下，我们的估计就是美国的政客他最考虑到的还是金主，而不是人民。但是如果人民的声音已经出现绝对性的反差，会影响到他的选票的，或者是民主党他首先跳出来了，而跟共和党产生这个分离，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情形下。